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哎呀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劲爆的相亲案例，实在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看不下去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奇葩男女都见过，但这次的案例真的让我惊呆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阵子来了一位大陆女客户小芳，今年已经35岁了，在上海某外企工作，月薪3万人民币。刚见到她的时候，我就被她精致的妆容和一身名牌打扮给镇住了。她一进门就说：丽姐，我听说你们这边专门做台湾相亲业务，我这次特地飞过来就是想找个台湾老公。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找台湾男生，她马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，现在大陆的优质男生哪里找啊？不是妈宝男就是事业心不强，工资又低。我听说台湾男生特别会疼老婆，也比较温柔体贴，最重要的是生活品质高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就已经咯噔一下。这位小姐姐怕不是看太多偶像剧，对台湾男生有什么误解吧？但还是先听听她的要求再说。结果她直接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对另一半的要求。丽姐，我的要求其实不高，就这几点：第一，年龄35岁以下，身高175以上，长相必须帅气阳光；第二，月收入至少要15万新台币以上，最好是科技业或金融业的主管；第三，在台北市区要有房，最少也得80平以上，车子必须是进口车；第四，家里最好是独生子，不能跟公婆同住，婚；第五，必须认同我的事业发展，婚后让我继续在大陆工作。天啊，我听完这些要求差点没晕过去，这完全是把婚姻当成了一场商品交易啊！而且小芳还振振有词地说，我这个条件在大陆也算是很优秀了，找个条件相当的台湾男生不过分吧？再说了，我长得漂亮，身材也好，年收入也有36万人民币呢。我赶紧跟她解释，妹妹啊，你要求的这些条件在台湾可不太容易找到。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薪资水平跟房价比例很高，35岁以下能在台北市区买得起80平房子的真的不多。而且你要求对方是科技业或金融业主管，这个年龄能做到主管位置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但小芳显然不太相信我说的话，不会吧？我在网络上看那些台湾网红都住得很气派啊，而且现在台湾不是很多高科技公司吗？薪水应该不会差吧？天啊，这完全是被网络上的假象给骗了。我继续耐心地解释，其实现在台湾年轻人也很辛苦，房价很高，薪水涨幅有限。而且你说要找35岁以下的，这个年龄段的优质男生基本都结婚了。不会啦，丽姐你先帮我介绍看看嘛。我这次可是请了1个月假专门来台湾找对象的。而且我看过台湾综艺节目，台湾男生都超会照顾人，还会煮饭。好嘛，这位小姐姐完全被偶像剧和综艺节目洗脑了，看来我得好好给她上一课，让她认清现实才行。我看小芳这么执着，就先答应帮她物色对象。不过我跟她说，妹妹，我得先说明白，像你这些要求，可能会筛掉很多优质的台湾男生哦。结果她还不以为然地说，没关系啦，丽姐你尽管安排，我相信台湾一定有符合我要求的对象。好吧，我翻了翻资料库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条件还算接近的男生阿杰。阿杰今年33岁，台科大毕业，在科技公司担任研发部门副理，月薪12万新台币。虽然还住在父母家，但家里在新北市林口有一间40平的房子。我先把阿杰的资料给小芳看，她立马皱起眉头，这个条件差太多了吧？房子才40平，又在林口，离台北市区那么远，而且薪水也没达到我的要求。我赶紧打断他，妹妹，12万新台币的月薪在台湾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。而且阿杰是个很上进的人，以他的能力再过几年肯定能升到更好的位置。小芳还是一脸嫌弃，可是他家住林口耶，我来台湾一定要住台北市区啊。再说了，他才副理，一看就没有野心，以后发展有限。哇，这话听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但还是安排他们见面吧，说不定见到真人会改观呢。见面那天，阿杰穿得体体面面的来了。
虽然他长得不是偶像剧男主角那种帅，但五官端正，气质儒雅，说话也很有条理。一开始聊天还算愉快，但当小芳问到房子的问题时，气氛就开始尴尬了。你现在还跟父母住哦，那结婚后是不是也要跟公婆一起住？小芳的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满。阿杰有点尴尬的解释，是啊，在台北买房真的很贵，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同住也没什么不好，可以互相照顾。不行啦，小芳直接打断他的话，我可以接，但结婚后一定要分出来住。而且你家那个40平的房子实在太小了，连我在上海的房子都比较大咧。阿杰的脸色开始变得不太好看。小芳，我觉得婚姻不是在比谁的房子大，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互相理解，互相扶持，互相扶持。小芳又打断他，那你支持我继续在上海工作吗？我可是大企业的高级主管，事业正在上升期呢。阿杰愣了一下，这个可能要好好商量。毕竟两地分居对婚姻生活影响很大，而且将来如果有小孩，什么嘛？原来你是大男人主义，想要老婆乖乖在家相夫教子啊。小芳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冲，我看你们台湾男生也没有网络上说的那么好吗？思想这么落后，天啊，这话一出，场面顿时冷到冰点。阿杰的表情也沉了下来。只见阿杰深吸一口气，一改之前的温和态度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小芳一脸诧异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说你思想落后吗？阿杰摇摇头，语气坚定地说，不是的，是因为我发现你对台湾男生，或者说对婚姻的看法都太过理想化了。首先，你一直在强调物质条件，房子要多大，薪水要多少，这些当然重要，但不是婚姻的全部。而且，阿杰继续说，你说台湾男生思想落后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开出的这些条件根本就是把另一半当成了商品在挑选，这才是真正落后的想法。小芳被说的有点懵，我这些要求有什么问题吗？难道找对象不应该有一定标准吗？阿杰叹了口气，标准是应该有，但不是用这种方式。你看看你的要求，年龄、身高、长相、收入、房子、车子，全部都是外在条件。但是性格合不合得来，三观一不一致，这些你反而一点都不关心。再说了，阿杰越说越气，你说要找个疼老婆的台湾男生，但你自己呢？你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？你要求对方有房有车，年薪100万，但你自己是不是愿意为这段婚姻付出？你一来就说要继续在上海工作，那不就等于婚后要两地分居？这样的婚姻怎么经营？我在一旁听得直点头。没想到阿杰这么有见地，小芳却还是不服气。什么嘛？不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吗？现在台湾男生都这么玻璃心的吗？不是玻璃心，是你的态度真的有问题。阿杰站起身来，你说台湾男生温柔体贴，但温柔体贴不代表要无条件满足另一半的所有要求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需要互相理解，互相迁就。你开出这么多条件，自己却完全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，这不是在找另一半，是在找仆人。喂，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吧？小芳也急了，我有这么好的条件，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怎么了？阿杰已经拿起外套准备离开，门当户对不是光看收入和房子，价值观不合，再优秀的条件也没用，祝你早日找到符合你要求的对象，告辞。说完，阿杰转身就走，留下小芳在那里气得直跺脚，什么嘛？不就是个破公司的小主管，居然敢说我？丽姐，你怎么介绍这种人给我啊？我也忍不住了，妹妹，其实阿杰说的对，你这样的态度，别说是台湾男生，就是大陆男生也会觉得你很难相处啊。小芳还是不服气，怎么连丽姐你也帮着他说话？我这些要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台湾人是不是都看不起大陆女生？哎，我摇摇头，妹妹，你误会了，不是看不起你，是你的思维方式真的需要调整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像你这样的情况，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。什么情况？小芳一脸狐疑地看着我。就是被网络和偶像剧洗脑，对台湾男生有着不切实际幻想的大陆女生。我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年来找我相亲的大陆女生越来越多，几乎都是像你这样的高学历、高收入人士。
但是他们几乎都会踩到同样的坑。什么坑？小芳终于收起了傲慢的态度，认真地问。第一个坑就是对台湾的生活现状认识不清。我解释道，你们总觉得台湾很发达，生活品质很高，但实际上现在台北的房价连在地年轻人都负担不起。你要求的80平台北市区房子，没有几千万新台币根本买不到。第二个坑是对台湾男生的刻板印象。我继续说，你们看偶像剧看多了，以为台湾男生都像偶像剧男主角一样又帅又多金又体贴。但现实是，台湾男生确实普遍比较温柔体贴，但也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沟通和理解。第三个坑就是你刚才表现出来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，妹妹，在爱情面前不分大陆台湾，更不分身份地位。你老是强调自己的高收入、好条件，这样只会把好男生都吓跑。小芳低下头，似乎在思考我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轻声说，丽姐，其实我也知道自己要求可能有点过分，但是我已经35岁了，在大陆那边被说成是39，大龄剩女39，压力真的很大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一软，傻孩子，找对象不是这样的。与其设定那么多条件，不如多看看对方的为人性格。像阿杰就是个很不错的男生，但你却因为一些外在条件就把人家否定了。那丽姐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小芳的语气里终于带了点迷茫。首先，你得调整心态。我拍拍她的手，婚姻不是买卖，更不是你有多少钱就能买到多好的对象。真正的婚姻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，是要一起经营的。小芳听了我的话，眼眶突然红了。丽姐，其实我今年春节回家，我妈又催我结婚了。她说我再不找对象，就连相亲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可是我又不想随便找个人嫁了。我心疼地拍拍她的肩膀，傻丫头，我知道你是怕耽误青春，但是感情的事情真不能操之过急啊。你看看你列的这些条件，说穿了不就是想找个能给你安全感的人吗？可是丽姐，我觉得婚姻需要门当户对啊。我自己有房有车，工作也不错，难道不能要求对方也有一定条件吗？小芳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当然可以有要求，但是要实际一点。我给她递了张纸巾，你知道现在台湾年轻人的处境吗？薪资倒涨，房价奇高，但也需要时间积累。你开出的这些条件，说实话，都快赶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标准了。小芳破涕为笑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当然夸张。我正色道，而且你要求对方事业有成，自己却要继续在上海工作，这样的婚姻怎么经营？你有考虑过如果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吗？小芳愣住了，这个我还真没想过。所以说啊，找对象不能光看表面条件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，你要求对方疼你体贴你，但是你自己呢？你想过要为这段感情付出什么吗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不是你列张清单就能买到称心如意的老公。那丽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小芳总算放下了之前的倔强。我建议你这样，我掰着指头说，第一，把你的择偶条件调整的实际一点，年龄可以放宽到40岁以内，只要对方身体健康有上进心就行。第二，不要把房子车子看得太重，重要的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，可以一起打拼。第三，对于工作地点要有个商量的余地，毕竟经营婚姻比经营事业更需要用心。小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丽姐，我知道错了。其实阿杰人很不错，就是我太过分了，傻丫头，知道错了就好。我笑着说，其实像阿杰这样的男生在台湾算是很优秀的了。他有学历，有能力，有上进心，最重要的是他的三观很正。你看他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哪一句不是真心为你着想？可是现在是不是太迟了？小芳有点懊恼。不会太迟的，只要你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，真诚地对待感情，好姻缘一定会来的。看着小芳终于露出释然的笑容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这就是我们做红娘的价值所在啊，不是简单的帮人牵线搭桥，而是要用心地为他们指点迷津，让他们找到真正的幸福。